各位安破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破智慧厅。安破网前一阵子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产品，是一个身材较好的智能水杯，而且这款产品在京东众筹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也是京东众筹的合作策略伙伴。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橘子水杯的产品经理林先生来到我们现场。林先生你好。大家好。那么林先生作为产品负责人，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智能水杯的一些特点还有功能呢？好，那么要介绍这一个智能水杯，那么最开始的是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做这样一个智能水杯一个产品的一个理念开始。那么我们做这个智能水杯有3个比较大的理念，第一个是安全，然后第二个是健康，第3个是关爱。那么我们这智能水杯就是围绕着这3个大的理念，就是去做这样一个智能水杯。然后说到安全的话，我们在产品用料的话是绝对是安全的。产品用料像这个杯盖我们用的是一个食用级硅胶，那么食用级硅胶就是可以吃的一种硅胶了，这种是非常安全的。然后第二个内胆的话，我们是用了特丽坦材质。那特丽坦材质的话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那么这种材料是欧美国家用来做奶瓶这样一种材质，就是可以直接给婴儿的奶瓶产品喝的一个材质。然后这个是安全，那么另外一个是健康。健康的话，我们这智能水杯里面集成了有一个3D 传感器，还有一个压力传感器。那么这些器件可以采集用户的一些饮水数据，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用户的一个饮水的状况，去判断这用户的一些饮水习惯。饮水习惯上了一个云端之后，我们会分析用户他一些饮水习惯之后，会给他一些健康的建议。就这个是我们围绕健康这样一个概念去做的一个服务。然后说到第3方面是一个关爱，就是说，如果你单从一个水杯来讲的话，就这样一个水杯，它就是一个很独立的硬件。但我们希望这个硬件是可以跟人，包括你人跟你的朋友会发生联系，所以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关爱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我可以通过 APP 看到我的朋友他的喝水情况，那么我看到他今天哪个点喝了多少水，然后有多长时间没喝水了，我看到他没喝水之后，我就是可以提醒一下他喝水。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这样一种概念在里面，这是我们做比较用心的一个理念兴趣。那我知道这款产品在京东众筹非常成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目前的销售情况吗？对，那么之前这款产品是在京东众筹是取得一个很不错的成绩。那在京东的数据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没有去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说在京东的数据其实全部是一些比较真实的数据。但后面我们销售的情况就现在基本上全国的代理商基本上已经铺开了，然后我们在官网也有在做一个销售渠道，然后京东商城后面很快也会上了，之后还有一些黑客。还有一些线下的渠道，黑客这方面我们正在接洽，就是其实对于线下渠道我们这边也是比较重视的，就因为互联网电商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就是有一种就是会回归线下这样一种趋势，然后智能硬件这种产品是对一个用户体验会要求非常高的，就用户会用你这产品之后。在实际线下的场景用了之后，会给用户更好的感觉，所以在线下的一种转化率会更高，比线上高很多。所以我们这边就一直在拓展一些就是线下的体验这种模式去销售，我们在开拓这样一些渠道。然后国外的话就是这边是跟安破这边合作，就是我们会让安破这边去代理我们一些国外的渠道，包括推广。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知道 PM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它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好坏。那为什么这次橘子水杯会由你来主导研发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的一些个人情况？对，那就是其实这款产品为什么是由我来研发，对吧？对。那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公司的第一任产品经理，橘子水杯是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所以就是理所当然是由我这边去主导，这是一个比较顺势而为的一个东西。好，那我想了解一下你的一些工作职责，还有一些流程，然后以便我们更加的了解那个橘子水杯的一些特点。对，那么其实作为产品经理的工作职责，其实就是产品经理是一个链接的一个点吧。产品经理链接公司内部的资源，包括外部的资源。就产品经理要跟一些内部的，包括研发、销售，还有供应链，包括营销。那在上面就包括一些我们 CEO、董事长。就产品经理属于一个串起这样一个环的一个岗位，一个职责这样子。然后公司内部的产品流程，其实橘子这边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空间吧，就一个比较有开放这种文化的一个公司。而我们内部的产品流程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大的趋势，就我们会去判断，包括现在智能穿戴或者智能硬件，或者叫后面的可能是物联网了，我们会去发现一些，就包括这些市场一些趋势。那我们基于这些趋势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包括说现在我们做智能水杯，或者后面我们可能做智能手表，还有智能奶瓶之类这样一种产品。我们基于这个大趋势，去找到这些可以创新的点。那我们可能就是找了20个创新的点之后，我们会在这些点、这些概念，就是我们找到这些点，就是有很多概念了。我们内部会进行一个概念的测试，那么这个概念的测试就可以筛选掉一部分看起来是有市场需求，但其实它这东西就是一个概念，只是停留在概念阶段。然后筛选完之后，我们会就是有一些产品，我们是确定内部的想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内部概念测试过了之后，就是这产品我们确定能做，所以后面我们会有一个产品立项的过程。那我们产品立项之后，后面就是说产品一个整个开发的过程了。那开发过程 PM 这边就是要链接，就刚才说产品经理的职责，要链接内部所有人一些资源，包括对外、对内，还有内部的一些项目管理。好的。那从研发到销售橘子水杯，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就一个过程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经历呢？那其实说到这个问题，首先我就先跟大家介绍我们橘子是一个怎样的团队。那么橘子内部团队的成员大都是比较年轻，就是80后、90后。然后因为年轻，所以这群人就是大多都比较有个性，有个性就会有一种比较有活力的一种状态在里面。就包括现在我们企业文化的形成，都是就很开放、很有活力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群人，用一个词来诠释，就是说特立不独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但是我们自己的性格是属于说你内部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我们这样一群有个性的人，如果说每个人都去散发他那个点，就没有一个团结的意识的话，那整个公司的架构就乱了。所以现在我们是有很多有个性的人，而且大家都是不独行，就大家是开放合作这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之后，就是我们会产生出很多火花。然后这些火花又不是说每个人的点，而是我们整个团队凝聚出来的一些火花、一些概念，所以这点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就我们是这样一个团队，然后在橘子水杯的研发过程中，还有包括销售过程中吧，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京东众筹上线，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初创团队来说，众筹的上线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苹果 APP， 因为之前我们研发也没说具体考虑到说苹果 APP 的上线会有比较艰难，
那时候我们是有些产品已经推出去了，但是我们 APP 还没有上线，而且这个上线的过程是我们这边无法掌控的，所以后面就是因为你水杯出去了之后 APP 没上线，所以这边就是来自市场那方面的压力很大。那时候我们团队就是找了很多方法去跟美国沟通啊，跟苹果北京这边的公司沟通，就找了非常多方法，包括就问一些朋友，很多朋友就在这方面有做过，所以他知道一个什么流程，我们就找了很多资源，很多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但我们大家都是齐心协力，就比较艰难的度过了这样一个难关。那我知道市面上也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智能水杯，你们是如何定位自己和其他产品的一些竞争呢？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现在是这样的，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水杯就基本上都是只是一个智能水杯，它没有 APP， 没有连接云端，没有存储你的数据。那么这种情况就导致说，它就其实只是一个智能水杯而已，就很简单的智能水杯，加上了智能这样一种概念。但是加上 APP 之后，我可以连接云端，可以存储用户的数据。那么有这些数据之后，我可以为用户构建服务，包括你的健康状况的一个提醒、一个服务之类的。然后其实市面上还有，就是说到这里就没办法说避开不谈麦开了。那其实很多人问我，你这个产品跟麦开有什么区别？怎么跟它打？怎么跟它对干？那其实对于每个有这种问题的一些朋友，我都觉得，可能大家的状态就是相当于在讲一个概念，就是两个是竞争品。但是对于我们公司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是说为了说做一个水杯，我就只是跟你麦开去竞争。我们一个概念就其实有点像是，类似于像我这个人从我这个村到了一个城镇，那我会说我是这个村的人。那我从一个城镇到了另外一个城镇，我会说我是这个镇的人。我从一个国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从中国到了美国，我会说我是中国人。那么有一天突然有了外星人，对吧？我在这个地球上，我就会说我是地球人。那么我们跟麦开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建立一种产业联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麦开合作，我们智能水杯是一个联盟，就不要窝在这个圈子内自己斗，我们可以联合起来，跟传统一些水杯厂商做竞争，那也可以。这一定要有大家一种共赢的心态，而不是说我们去竞争，去拼个你死我活，这样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好，那我想知道这款橘子水杯它的目前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那么橘子水杯现在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要卖得好。那么要卖得好，怎样才能卖得好？那么第一肯定就是你这水杯产品要慢慢的优化，慢慢的优化，就做到我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把这水杯的用户体验做到极致，包括水杯的一些硬件的一些设计、一些优化，还有 APP 方面的一个软件优化，包括云端那些一些服务的一些完善。就这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目标。那未来还有其他的产品会推出吗？会的，后面还有其他产品，像智能手表、智能手机。那智能手机，毕竟橘子以前是做手机这样一个公司，所以我们的基因已经有手机这样一种基因了。后面我们会做手机，还有包括后面会做智能奶瓶。就有大概这样几种方向去做这个事情。好的。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橘子水杯的负责人林先生跟我们分享了这款产品，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关注喝水，关注健康。也感谢安珀的朋友们来收看，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大家呈现更多的智能产品。谢谢林先生。好，谢谢大家。iOgna 橘子智能水杯，您的饮水小管家。